一个内心充满慈爱、没有怨恨、嫉妒、伤害的人，他的内心平静，并能时时给予他人慈爱的意念与善行。在这个五光十色、人事物快速变迁的时代，有什么方法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的安定与平静？而这份平静，让我们不论所处何时何地，都能保有亲近慈爱与和谐的心，洞悉事物的本质，并散发无限的慈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能够为我们带来宁静与祥和的慈心，包含修习慈心的由来、具足慈心的好处，以及如何修习慈心。修习慈心、常养慈爱善念是有方法的。今天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者佛陀教授弟子们修习慈心的故事。一时，佛陀正在舍卫城中传法，一群比丘们来到佛陀的面前，请求佛陀教导他们修禅的方法。佛陀慈爱地将禅修方法授予比丘们，比丘们便认真地学习研究，随后便按照当时佛陀所约制的制度，在雨季节下安居来临之前，分别前往远处的一座森林中，持续禅修的练习。比丘们非常欢喜地来到森林里，每位比丘皆选择一棵大树作为他们精进禅修的修习之地。由于他们禅定时所散发的力量，使得原本居住在树上的树神精灵们无法在这样的力量之下继续的安然居住，他们被迫离开树上，转移到地面生存依附。树神与精灵们离开了原有安逸的处所，使得他们非常的悲伤。他们希望比丘能尽速离开森林。然而好几天过去了，比丘不但没有离开的意思，甚至精进禅定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使得原本就无法适应地上气息的树神与精灵们更加的痛苦，整座森林都快要被比丘们禅定所散发的精神力量给包覆了。同时，树神与众精灵们又得知，在整整3个月的雨季中，比丘们都将要继续待在这里。此刻，他们的悲伤渐渐转为愤怒，于是他们决定要赶走比丘。为了顺利赶走这群比丘，树神与精灵们现出各种令人恐惧的幻象，还有狰狞的声音，甚至用各种方法来攻击、侵扰比丘，破坏比丘们的禅定。并且树神散发出可怕、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这令比丘们感到非常的困扰。他们尝试努力忍受了一段时间，却仍然不堪其扰，而无法继续安住精进禅定。于是他们回到佛陀的住所，向佛陀报告这样的状况，并请佛陀允许送他们到其他的地方禅修。佛陀以神通专注地观察，并向比丘们说：比丘，除了那里，再也没有更适合的处所值得你们禅修精进了。你们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持续精进。比丘们听了之后，深感到不可思议，并向佛陀说：亲爱的佛陀啊，我们很愿意遵从您的指示，只是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便依然会受到树神与精灵们的压迫而无法禅修。您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送回到同样的处所呢？佛陀说：比丘啊，之前你们在那里修习，并没有携带着面对的武器，现在我将给予你们最得力且将再也无有恐惧的武器。你们带着这项武器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练习禅修，那里将是你们唯一的处所。佛陀给予比丘们的武器，就是无限慈爱的修习法——慈心。于是佛陀便在这殊胜的机缘中，为比丘们宣说了禅修者修习慈心的重要，以及如何修习慈心的方法。这就是熟为人知的慈经。佛陀要比丘们除了经常持诵这部经之外，并要时时培养获得内心安详的特质，对所有众生都散发慈爱心。比丘们受到佛陀的教导与鼓励之后，欢喜地受持慈经，认真地修习慈心。他们带着无惧的武器，也就是内心的安详、宁静、善顺、温和、谦虚、
无求以及对众生慈爱的心，再度回到森林里，并根据佛陀的教导，使整个森林都笼罩在慈爱的氛围当中。这些树神与精灵们深深被这份慈爱所感动，并决意要让比丘们留下，且不再侵扰他们。这使得比丘们顺利地完成了安居期的禅修，并获得了殊胜的成就。从这则故事里，我们看见慈心带来的帮助，而佛陀也在慈心功德经里提到修习慈心会有的11项好处。是哪些好处呢？包含睡时安稳，醒时精神舒畅，不做噩梦，人所敬爱，非人也敬爱，天神护卫，远离一切的火灾、毒害及刀兵的伤害，心意入定，仪态安详，临终时不颠倒混乱，因修习慈心观而往生梵天。是不是每一项好处都是我们想要的呢？对于现代人来说，拥有安稳的睡眠品质就是许多人需要的。很多人在生活压力之下，平日白天处于紧张担忧的状态，到了就寝时，头脑仍然如燃烧般运作着，不能止息。此时，有些人便会借助药物来帮助自己快速入睡，为了让隔天有充足精力来面对整天的工作行程。但长久下来，当自己越来越依赖药物，而不是启动新的力量去调育躁动的头脑活动时，便会渐渐忘了心灵其实有自愈的力量，并有无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可以试着透过培养慈心的练习，帮助我们安定这种烦躁的状态，以致令我们寐时安详，醒时清明。当内心没有纷争与仇恨，只有无限慈爱时，心便能清澈如湖泊一样，湖面极静而如实映照万物。这就是一种清明，也是现代人很需要的特质。当人的心越清净与清明，便能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做事也会更有效率。那么在故事里头提到的佛陀是如何引导比丘们散发慈心，以致感动了树神精灵们，让他们放下了恐惧与愤怒，转为支持比丘继续修行呢？如果我们也通达了，是不是也就能化解我们周遭存在于人际关系里的某些误解与敌意，让自己散发出慈爱柔软的磁场，使人们更加喜爱亲近我们，创造美妙的人际关系，并透过慈心带来生活更加顺遂如意的一切美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引导散发慈心所用的美丽文字，它让我们专注于内心的祥和，并在心中反复祝福着。同时，我也邀请你一起静下心来，全然跟自己在一起，在心中念诵着慈经，散发慈心。此刻你是安全的、宁静的、美好的。愿我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愿我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愿我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我身心皆得安乐。愿我的父母、导师、亲人与朋友，以及与我共同修习佛法的行者们，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身心安乐。愿所有在这个宅院中的修行者们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身心安乐。愿所有在这个宅院中的僧侣、沙弥、优婆塞、优婆夷们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身心安乐。
愿供养我们衣食医药与居所的施主们，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身心安乐。愿我们的护法诸天们，在这道场，在这住所，在这宅院里，愿护法诸天们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身心安乐。愿一切众生，一切会呼吸的生命，一切造物，一切个体，一切人，一切女众，一切男众，一切圣者，一切凡夫，一切天人，一切人类，一切处于四种苦痛者，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愿他们都能得到身心的安乐。愿众生都能解脱一切身心的痛苦，所拥有的不会失去，都成为自己业力的主人。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东南方、西北方、东北方、西南方、下方、上方，愿一切众生，一切会呼吸的生命，一切造物，一切个体，一切人，一切女众，一切男众，一切圣者，一切凡夫，一切天人，一切人类，一切处于四种苦痛者，都能远离一切敌意与危险，远离一切心理的痛苦，远离一切身体的痛苦，使他们都能得到身心的安乐。愿众生都能解脱一切身心的痛苦，所拥有的不会失去，都成为自己业力的主人。由最高的圣者到最低的苦界，遍宇宙所有陆地的众生，都能远离心理的痛苦与敌意，远离身体的痛苦与危险。由最高的圣者到最低的苦界，遍宇宙所有水中的众生，都能远离心理的痛苦与敌意，远离身体的痛苦与危险。由最高的圣者到最低的苦界，遍宇宙所有空中的众生，都能远离心理的痛苦与敌意，远离身体的痛苦与危险。最后，在这慈爱的笼罩中，愿一切生命都能获得慈心的守护与利益，愿你也如是绽放慈心。在法句经里，佛陀开示，在这世上，恨绝对不能止恨，唯有无限慈爱方能止恨，这是永恒的真理。